在贵州的大山深处，隐匿着一个鲜为人知的深山村落。这个村落仿佛是世外桃源，被茂密的森林和巍峨的山峰所环绕，宛如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。这里的生活节奏缓慢而宁静，仿佛时间在这里都放慢了脚步。走进这个深山村落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些古老的建筑。这些房屋大多由当地的木材和石砌建成，经历风雨却依然坚固。这里的房子依山而建，错落有致，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。在这里可以感受到一种原始而纯粹的生活方式。这里这栋房子就是这个村的第一户人家。看到我脚下的路，就知道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。这些房子的话还依然建立在这里，因为它是砖木结构，不是纯制的木质结构。你看，这个是以前烧制的果砖，非常的坚硬。然后它的柱子就是用木头建筑的。这个房子是锁住的，虽然房子的主人没有来，但是它里面应该还有一些比较古老的一些东西吧，所以他把门给锁住的，我们进不去。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以前用来打稻谷的，你们可能在我们视频中也有见到过，因为现在的话还依然在用这个东西。然后这里的话估计有10多年没有人住了，你看这些已经杂草丛生了。这个房子在没有人住的情况下还能保持的这么完整，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建筑了。这里就是第2户，对，没错，就是我们当初买沙发的地方。这里会比较方便，因为它就在马路边上，上面是马路，然后它的边上这里也有一条毛路，你们经常看到我们拉材料的这条路。当初我们就是打算买这个房子，第一呢，这个房子接近路比较方便，所以它的价格翻了1倍。我们当初是买不起的，所以就选择了下面不通路的地方。还有一个原因呢，就是这下面的这栋房子，以前我们来的时候，这栋房子是没有倒的，在我们的亲眼见证下，它已经倒了。那里堆的那一堆就是这栋房子的柴火，所以这栋房子倒了之后，这边这个房子就把它显露在外面了，看着就比较空旷。以前这栋房子在这里的时候是没有那么空旷的，就看着非常的压抑，所以这是我们没有选择这个房子的第2个原因。我们去里面看一下，因为这个房子的主人他也经常上来干活，我们也经常看到，所以也认识。里面的这些东西的话，几乎都是没有东西了的，所以外人的话是可以随便进入的。当初那个沙发就在这里，被我们用100块钱买了，拿回去放在我们小院里面了。还有这些风波这些，他们都是不要了的。然后这里的话，就是门锁着的，估计里面也有一些东西，他们需要的东西吧。然后这边，也是没有上锁的，门都没有了。这个房子，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还是比较完整的，然后没有过多久，这些就已经坏掉了。估计再过几年，这个房子也会塌掉。这个房子的旁边就是这个猪圈，这个猪圈也快塌掉的形式了。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厕所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到过？你看，如果是让你们来上这种厕所的话，你们会不会害怕？关猪的地方也是我们上厕所的地方。这个是第3户，这户老人他在这里住，但是晚上的话也没有在这里，只是白天上来养牛。然后晚上的话把牛牵回来，就回下面他们自己的新房子了。这个房子，因为有人住的原因嘛，所以保存的比较完好。门是开着的，估计应该在里面睡午觉吧。我们就不进去了。这个房子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在我们这个村里面，在这里住的其中1户老人，虽然他没有在里面睡觉，但是还是经常在这里中午在这里做饭吃。看一下在不在家？是吧？这边过来的话也是一个猪圈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以前的那些老房子的话，几乎大房子的旁边都是猪圈或者是牛圈。这个猪圈和牛圈是一体的。这边是牛圈，那边就是猪圈。
然后上厕所也是在关猪的地方上厕所。你回来了？哦，那你们上来说不说？啊，上来说哈。哦。你现在要下去没有？我现在是调好了关系就要下去了。哦。这位叔叔他的你好多年龄了？我啊，66了。66岁，每天的精神非常的好。每天都会徒步走，应该2-3公里好有。啊？有早上走下去有2-3公里吗？没大。2公里。2公里啊，左右。每天都要走一个来回，就相当于4公里。啊，66岁是不是精神特别好？我们走了是吧？哦，有点。我们就是在说哈。这里是第4户。这个房子的话比较特别，看到没有？已经坏掉了，估计还有半年就倒塌完了。它特别在哪里呢？就是这边是木质结构，然后那边是砖木结构，就是砖木混合结构，就像我们修的那个房子一样。你看这边砖木结构的还是完好无损的，只是上面的那些瓦片有一点坏了，然后木质结构的话完全塌没了。所以要想稳固一点的话，还是砖结构的比较稳固一点。这边的猪圈和牛圈已经倒塌完了。我们农村的房子必不可少的就是猪圈和牛圈。这个是第5户，我们村最好的一个房子，也最有钱的一家人。来看一下它有多好。首先第一个好就是它是2层楼，然后也是一个砖木结构的。纯砖结构，没有木质结构，所以它保存的是最完好的。然后门也是锁着的。这里面堆了一些木棒。我们之前在上面捡无人机的时候，那个房主的主人在这里，所以我们上了2楼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不上2楼去看了，因为他们的主人不在。可以往远的方向看，他们这个2层楼房子还是比较不错的，占地面积至少有200个平方吧，看着比较宽。而且的话，它这样子也比较长和宽都比较大。别说我们当初为什么没有买这个房子，因为买不起。这个是纯砖结构的，而且没有损坏，也是一个正方形的。它比较方正，所以它的价格的话是非常贵的，我们当初想都不敢想的价格。他们这个房子还有一点是非常好的，就是猪圈和房子是分离的，隔的有一段距离，所以猪拉的屎啊这些臭味都传不到房子那里去，所以这个房子是最不错的。来看一下他们这个猪圈，也是还没有倒塌，还是屹立在这里的。不过估计也就半年时间吧，应该也要倒了。慢一点，这条路不好走。看，就是这个，我都不敢碰它了，感觉我一碰它就会倒塌。这个房子什么都好，唯一不好的就是没有院子，因为房子前面就是竹林，没有一个更大的活动空间。这第6户就是你们最熟悉的，对我们所居住的这栋房子，当初花3000元租下的。房主的主人也几乎是10多年没有在这里住了。我们租下来过后，就把所有的房间给装饰了一下，所以现在住着的话还是比较安全的。它保存的也是非常的完好，估计10几年都不会倒塌。这户房子的主人也是非常有钱的，在那个年代能修得起这种砖房，说明是非常有钱的。这里大家都比较熟悉，所以我们就不过多介绍了。这是第7户，就是爷爷奶奶家的房子。不管再破旧的房子，只要有人在里面住，就不会倒塌。你看爷爷奶奶们偶尔在这里住，在这里种菜卖，所以他们的房子是保存最完美的。这栋房子一点倒塌的迹象都没有，而且他们这个房子设计的非常好。你看那个窗户都是窗花的形式做成的，是不是非常的好？是一个榫卯结构的，一点砖块都没有。所以不管是砖房还是木房，只要有人住都不会倒塌。这是第8户，没错，它已经倒塌了，在半个月以前。为什么要把它算进去呢？因为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，这户房子还是屹立不倒的，在我们亲眼见证下，它已经倒了。
然后我们前段时间还来捡了一些瓦片，还在里面得到了一些不少实用的东西。在这里住了这么长时间，看着比较熟悉的房子，在一瞬间就已经倒塌了，心里还是比较心痛的。这是第9户，保存的也比较完整，而且这户的话也是大户人家，别看它是木质结构，其实它已经有70、80年了。我们的电都是安装在他们这个房子上面的，所以他们这个房子还是不希望它倒塌。如果倒塌的话，我们的电线可能是会被扯断的。那这个房子就比较古老了。当初我和米俊也是比较喜欢这里。里面非常的大，可以容纳4户人。虽然它是一栋房子，但是4户人家在里面是完全足够的。看一下这么大的一个客厅，这里是堂屋。是的。然后我们的柴火也是堆在这个里面，而且这户主人还是挺好的，每次跟他沟通什么都比较好沟通。我们的柴火放在里面呀，还有一些电表安装在它们上面，还有之前我们修房子的时候那个瓦片，我们说要取一点嘛，因为那个雨会落在我们房子2楼，所以我们就打电话跟他说，还是挺好沟通的，一说他就答应了。你看我们有这么多柴火在里面。这些全部都是。看这栋房子的话，估计也快塌了。他们的主人不来维护，因为没有维护的价值嘛，也不在这里住了，所以没有必要维护它。这是第10户，这户人家就是跟我们征兵界的那户。他这个房子也接近快要塌掉了，但是在我们没有来之前，他这个房子是没有维护的。我们来了过后，他觉得有价值了嘛。会有人在这里来住了，所以他就维护了起来，把上面的瓦片也经常在捡嘛。因为老房子如果不捡瓦片的话，它就会坏掉，就会漏雨，所以那些柱子就会慢慢坏掉。这里原本是他们的院子，他们这个房子的活动空间还是挺大的。他们搬走过后就用来开垦种土了，这是种的芝麻。这个房子的面积大概有150个平方，还是挺大的。而且还有这么大的院子，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房子。这是第11户，大家看这个砖房结构好不好？其实它是一个猪圈，当初主人家是修来喂猪的，所以它一直在这里，就是因为它是砖房结构的。他们住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已经塌了，但是猪圈还没有倒塌，因为他们的房子是木质结构的，所以已经塌没了。这里就是第12户，我们下去看一下。我们的网速箱和光猫就是安装在这里的。他们这个房子，非常不错，所以我们选择装在这里，也是因为它一直不倒。这个房子非常的不错，而且特别大，有没有看到？可能有200多个平方吧，而且房间也非常的多。我们之前也来看过这个房间，这个房间的主人的话，说这个房子要18万多。所以我们是不敢想象的，而且还有一个这么大的院子，最主要的是在石林旁边。你看这里看过去就是在石林里面。这个房子的地理位置非常不错，但是价格太贵了。这是第13户，估计你们也比较熟悉了。他们也经常在里面养牛养猪。爸爸没在家。这里住着的这个爷爷是我们整个村的村长，经常也为我们解决很多麻烦，所以在生活往来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我们有什么好吃的也经常跟他们分享。这里走过来就是第14户人家，这是他们的猪圈，里面还养了猪，过年的时候可以杀猪吃。爷爷奶奶也是你们经常看到的。哇，你干嘛呀？发财呀？哦，原来也买不着。他们经常都在种植庄稼用来卖菜，他们自己最基本的生活还是可以解决的。可以解决。他们这个房子也是非常不错的，这边是木质结构，那边是砖木结构，然后这边厨房是泥巴结构，就是以前用那些泥块，
敷成的，这个也比较结实，非常的结实。把我们进去看好不好？这个是他们的厨房，打扫的还是非常干净的。这是灶台，这口锅是用来煮猪的，这口锅是用来煮人吃的。然后可以看到他们厨房这个，就知道是家徒四壁。你看这里都是空的，不知道下雨会不会漏进来。里面我们就不进去看了。有人住的房子就是不一样，虽然有些地方已经塌了，但是生活气息非常的足。花儿要下去不是？啊。这里牛买好久，买儿子好吃。儿子买不肉。哦，去过女角板是吧？嗯。哦，奶奶她一会儿要下去，你是走下去不是？是走哈。大概要走好多分钟啊？哦，半个小时。要走半个小时才能到达。这是第15户，这户房子已经倒塌一半了，是村支书的房子，你们可能也在镜头偶尔看到过一次。这个房子看着有一点危险，好像在悬崖边上一样。如果再不来维护的话，估计会倒塌的。虽然它是砖房结构嘛。我们当初来这里买房子的时候，村支书也是非常支持的，因为他自己的房子在这里。我们如果在这里来，发展好的话，会有一条路通过来，对于他自己来维修这个房子也是非常方便的。村支书们也比较注重这些古董，你看这个磨子用来吹豆腐吃的，保存的也是非常的完好。你看，这个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，还没有坏。我们哪天可以在这里来吹豆腐吃，给它盖住，这样保存好一点。这是第16户，也是一个砖房结构。它的这个房子也是在悬崖，而且这个悬崖更高，看着特别的吓人。你看，就往这里过，如果是不小心的话，就会摔下去。它的这个房子，这里看到没有，已经塌了，已经裂开这么大的缝隙了。估计，它也是没有几年就会倒塌完的。如果是木房结构的话，估计已经塌了。可惜它是砖房结构，没有塌。这个房子也还不错，但是没有院子，门前就是一片森林。不过在里面歇凉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很少有阳光晒进来嘛，就这种感觉特别好。这里这户就是离城最近的一户，因为往这里走的话，是最近的，而且那些爷爷奶奶去街上也是往这里走，所以他们是离城最近的一户。这是第17户。在没有住人的情况下，这户是保存的最好的一栋。房子在，猪圈也在，厢房也在。哎，好多没搬完呀？真的很实啊。哦，就要搬到了哈。慢点哦。哦，慢点，让我一进。我的手哦。慢点哈。这个就是他们的厢房，是不是保存的非常完好？这个房子已经卖过一次了，在10多年前花了5000块钱买的，是不是非常的划算？这个面积的话，估计有200多平吧，太大了。加上这个院子的话，估计有300-400平方，这个院子也非常的大，所以这个房子5000块钱还是非常的值得的。往这里走上来就是他们的房顶，因为他们的这个房子比较宽，所以在上面歇凉的话是非常适合的。爷爷奶奶每次吃完晚饭就在上面歇凉，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。这里的视野看出去非常的开阔，晚上也可以看夜景。这是第18户，也是最后一户，是我们当初花8万块钱买过来的。刚开始来的时候，这个房子破旧不堪，而且只有1层和1层阁楼，我们现在把它改造成了2层楼的形式，而且旁边的我们也把它改成了砖房。这个房子的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都是我们自己亲手打造的，包括这个院子。当初我们看中这个房子，就是因为它的视野好、院子大，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里，而且价格的话也比较适合。四面环山。整个村寨房子还没有倒塌，包括我们就只有18户了，常住的就只有我们，下面还有3户老人在这上面养牛，也是偶尔上来。
我们选择来这个村寨的第一个原因，就是为了过田园生活；第二个原因，就是为了守住这个村，不让它成为真正的无人村。我们拍这条视频，就是为了记录这个村寨，让它永远的留在人们的记忆当中。因为不知道哪一天，这个村寨就不复存在了。